大家好，我是云飞。各位小米14也用了蛮久了吧？一般你们是带保护壳使用呢，还是裸奔呢？我刚买那会儿裸奔了一段时间，结果就是黑色的手感一流，爱不释手，但和口袋放在一起就很滑了。后果就是我的小米4有2个磕碰，心机嘛，难免心疼。那个时候就充了小米官方的壳子，不过没抢到292个的那个棒透的套装，不然当时还想着做一期视频。前几天刚好粉丝在海鲜市场淘了11个手机壳，问我要不要来一期视频啊？现在手机都发布了那么久了啊，各类的壳子品控应该都非常稳定了，刚好这不就送素材来了嘛？所以我们今天就一起来看看小米14手机壳，一共是10个壳子，有官方的，有第三方的，价格从官方的29 2个到最贵的157一个。覆盖了大家会买壳子的大部分区间，当然我们里面有9个都是50以下的，记得等下收藏。我们一起来看看它们的区别。好，这就是我们的11款保护壳，严格意义上来说它是10款，因为这个是官方的，这个是官方的，官方29的那个。然后我们现在来逐一来介绍它们，说一下我个人的一些感受啊，比较主观。首先我们从这个最便宜的开始讲起，这个是小米官方的29块钱那个，29块钱2个，然后它表面是这种偏硬一点的这个塑料，它也不算是那种软的，它其实是偏一点硬的，大家应该能看到。然后它音量键和开关机按键它都是有一个保护的，它最大的一个优势就是它薄，它很薄。安装完成之后，它的整个手感它是和裸机的手感是比较接近的，但它后面这个官方的纹理它是会有一点点，这种小小的割手的，它没有做的那么圆滑，它是有一点点凸起的那种感觉，大家应该能够感觉得到。那可以听一下这个声音，然后这是它的一个保护。然后正面的话，它这个过渡是比较 OK 的，它整体没有突出太多。那这就是它这个黑色棒透，我把那个白色棒透给大家看一下，它卸是比较难卸的一个，这是它的白色棒透，然后它是会比较容易，你看这个水雾它是会比较明显的，然后它还有一个很大的优势，就是它是防指纹的，没有任何的，你看不到任何的这个指纹的这个痕迹，正常佩戴的情况下它是看不到任何指纹的痕迹的啊。这是它一个白透。这是它一个黑透，然后这边这个音量孔它也是有的。毫不夸张来说，它的手感是里面比较好的那种啊。然后这个是来自于淘宝老爆的一个产品，是淘宝老爆13，然后它是整体是一个类肤材质，我们可以安装上去给大家看一下，它是这样一个感觉，整体的手感它是偏厚重一点的。然后我们可以来称一下它的这个重量，它目前整机的重量是219克，所以它整体的是22克的一个重量。然后刚才的这个官商的我们可以看一下，它是8克的一个重量，所以官商的这个重量是真的非常轻的啊。然后老爆它这个也同样的是音量键和加减按键它是一体的，就是它没有分割，它单独的时候它是不会有任何的声音的。它手感上会比较接近小米14的它这个多彩的这种壳，你看它这个整体的感觉是比较接近的啊。价格上它是42块钱，也是比较接近小米的这个壳子。然后讲到小米这个壳子，我们就直接上小米这个壳子啊。然后它整一个优点就是一个简约，然后一个棒透嘛。然后这是大家问的最多的，问我这个壳子是什么？其实它的手感并不是特别的好啊，它手感就是接近于老爆的这个手感，它并没有说多好的手感，它只是官方的一个橙色的一个手机壳，然后整体的话它保护的是很 OK 的，就是你可以看得出来它这个厚度是很多的。我们可以来简单看一下它整一个的重量，官方的这个重量是26克，多彩的一个壳子啊。它这个开关机按键和音量键它是一体的，它是完全没有任何的这个缝隙。我用这个是用的非常久的，也没有什么缺点，就是手感比较一般吧。颜色的话，大家看得出来有很多人是喜欢这个颜色的，然后它有一个缺点就是这里会比较积灰，然后拆卸它也是非常方便的。这是小米官方的，这个是49，价格也不便宜啊。然后这个是耐尔金的，它是33块钱。它最大的一个优势就是真的保护的很好，你们可以看到这个感觉，就它很硬。然后整体的话，它这个壳子也稍微有一点点小重啊，我们可以看一下，它是33.6克，但是它
是保护的很好的一款壳子，它是这个4个角它都有一个这种气垫的一个保护，整体这个做工，然后背部它是有这个纹理，大家看得出来啊，然后装上去是这个感觉，手感上是会比小米多彩和老豹的这个它是有一点点加重的。然后手感上，因为它背部的话它是有这个纹理，你这样摸上去是很舒服的，然后也不会有什么粘指纹什么的，然后镜头这边也是有保护的，然后它这个也是一体的，但是它是留了一点这种缝隙，大家看得出来啊。然后底部，但说实话，手感除了如果没有背部这种凸起的话，它的手感是会比前2款是差的。如果你喜欢保护到位的话，耐尔金这款是会比小米这款会好很多，因为它是有这个保护，然后整体的话也是非常硬，然后拆卸起来也还好。是来自 AIUV 的一个钛原色的一个壳子，它的这个感觉也就是像官方的这个官商的这个感觉啊，但是它是一个钛原色，装上去的感觉是非常不一样的。但是我们现在先来看一下它的一个重量，也是偏中等吧，23克。按键它是金属的，它是和这个壳子它是分隔开的，所以它摇晃的时候它是会有一个声音，但是当我们装上去之后它就没有异响了。然后装上去的感觉大家可以简单看一下，它是这样一个感觉啊。就会有一点这种钛金属的这种感觉，然后其他部分都是差不多的。纯背部的手感而言，它是会比小米原装的这个官商的会好一点，因为它的这个官商的这个纹理它是做的更圆滑一点，而小米的是做的更突出一点点，所以小米的摸起来它会有一点点硬硬的感觉，然后它这个是有一点点这种整体更圆润的那种感觉。所以说它的手感会更好一点，就是背部的手感啊，但是它整体是会偏厚一点，所以它摸起来是没有那种原机的那种裸机的那种感觉的。你喜欢的话也可以买啊，它是27块钱。这款我相信大家都是买过这种啊，这种就是液体硅胶套，就是很软的这种液体硅胶套，这个就平平无奇，大家应该都买过。你可以看得出来非常软啊。然后这种液体硅胶套它的重量也是差不多这个重量，25.9克，差不多26克，这个大家都非常熟悉啊，我就不用多讲。装上去就是这种感觉，整体的话它就是被这种硅胶所包裹，然后整体一个内敷的这个质感，应该90%的人都用过这种啊，我也就不多讲了，就中规中矩吧，9块9也差不多，可能就是不那么贴合。赏模的29块8。然后这款呢，同样也是来自赏模的，它是带一个 MagSafe， 它这边就是可以磁吸，但是我这边没有这种磁吸的这种东西，所以没办法给大家演示。这个需要用到的，大家都知道挺方便的。它这个按钮也是金属的，然后不是一体的。然后它这个是做的比较严丝合缝，所以它就是不会有一个异响。它这个重量也是来到了36克，然后整体的感觉就是沉甸甸的。然后手感的话是和老豹的这个透明的和这个小米官方这个多彩的是差不多的，就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但是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它上面这一部分，就是这个边缘，它是做了比较高的一个边缘，大家应该能看得出来啊，它是比较高的，所以你滑的时候你会感觉到这里会有一块明显的阻碍，它是一个非常割裂的一个手感，就它手感这边的手感比较一般啊，但是如果我们带一个钢化膜的话，应该就差不多了。然后整体的话是这个样子，大家可以简单看一下。然后这边它是会有一个赏模的这个牌子，大家喜欢的也可以购买。然后还有另一个同样有这个小问题的是这款是另一种官商啊，它是来自尼凯松的一个官商。它这个官商的感觉就和官方的这个感觉不大一样，因为它是斜面的嘛，然后整体的话也是做的更平滑一点，所以这个整体的这个手感也还不错。但是它这边也和刚才赏模那一款有一个共同的小问题，就是它这个突出会有一点多，赏模的那个比它还多一点，然后它这个是整体的话过渡的不是很好，同样你有可能也是需要一个钢化膜才能稍微缓解一点，这个中规中矩吧也是。然后重量给大家看一下，28克，然后它的价格是26块钱，然后赏模的这个价格是38块钱，也还可以。我们现在就来到了本场最贵的一个和最便宜的一个了，最贵的一个就是这个，来自凯夫拉的600D。它居然是要157啊，但它整体是一个碳纤维的质感，我们可以来称一下，你们来猜猜它到底有多少克呢？来揭晓答案，它是只有10克，它是比这个官商的它是只多了2克啊。
但整个手感的话是提升了非常之多，因为它的材料是碳纤维，所以它可以做的非常薄，然后同时也非常硬。整体的话，这个是最接近于裸机质感的，因为它背后它也没有这个光栅的材质，就是一个碳纤维。然后它有一个小的缺点就是它会有点粘这个，你看得出来啊，就这种小划痕啊什么的，它是会短暂的留在这里，但是你一擦它是可以擦得掉的。然后它开关机按键还有这个音量加减这里它是没有一个保护的，它就是使用原机的一个感觉。这边的话它也是这样。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因为是买的二手的，所以它这里它拆卸是不太容易拆卸的，所以这里会有一个，它这里已经有点折了。但毫不夸张的来说，它是里面手感最好的、最接近于裸机的一个质感。但是它的价格也是最贵的，157啊。如果你追寻这个极致的手感，然后不差钱，副哥你可以买这个。但同样的，就是因为这个小问题，所以我们其实你可以明显的察觉得到，它这个拆卸它是有一点点小问题的，它比较难拆卸啊，因为它很薄很薄，真的很薄啊。你看，不太好拆，不太好拆。然后整体又非常贴合，然后又是属于一个这个碳纤维的一个材质，所以不好拆，真不好拆。好，真的非常轻啊！手感的话，它是第一，没有其他的。然后就是一个免费的我们原装的这个壳子，大家真的，你用过这些第三方壳子之后，你再去用它，哎，你会发觉它是有那么一点点这个裸机质感的，你是可以察觉得到它这个手机是很小的，然后整体的话，它这个保护其实也保护的还不错。刚买到我就用了蛮久的这个原装的，你们可以看得出来，它是有很多这个使用痕迹的。其实你别小瞧它是免费的，但说真的，它这个质感还有整个服帖性，然后还有这个拆卸的难易程度，然后对整机的一个保护都是非常好的。我们也可以来看一下它的重量，它重量是18克，属于是那些极致的轻和中档。还有这个重型里面唯一一个10几克的，所以说你也能够体会到它的好处。看下来，大家可以简单的说说你喜欢哪一款，然后我也会把我整理的那个表格，还有一些详细的数据，比如说这个边缘厚度啊什么的，然后放给大家，大家去自己去看啊。就是今天我们介绍的11款这个小米14手机壳产品，那大家可以说说你们自己的喜好，你们会喜欢哪一款，或者说你现在在用的那个手机壳，然后我们最后来一个简单的总结。我在这里最推荐的肯定就是小米官方29元2个的，我现在也是理解了为什么一开始甚至我都买不到货了，因为确实是挺好的，虽然手感不是完全的完美，但这个价格是真的很赞。其次就是原装送的，虽然是免费的，但确实很不错，也可以提供非常不错的保护。手感你和第三方的对比了，你就知道确实有裸机的那个感觉。第三方里面我推荐不差钱的可以上凯夫拉的600D，极致的手感真的很裸机，就是价格确实很贵啊。极致的保护就上耐尔金，很硬，除了硬就是硬，保护很好。其他的壳子除了这是 MagSafe，另外的就是一些外观的喜好，看你自己的欢喜啦。简单看一下这次测评，我们可以下一个小结论，在30元到50元就可以买到很不错的手机壳了。具体看你自己在意什么方面，它们的手感、做工差异没有那么大。小米官方自己下场来做的确实也很优秀，我指的是最便宜的29元那个。希望本次的小米14手机壳分享可以帮助到各位，记得多多支持。有什么想要我测的产品，也欢迎留言。我是云飞，记得点赞收藏。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